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13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李克强主持经济座谈会的话里有话。我们今天做一个分析性的话题啊，不完全是新闻，因为这个座谈会呢，中国官方就把它当新闻，但从新闻的角度来说呢，会议新闻没有太，除非制定非常重要的政策。那么从座谈会的这定位来说呢，它也不是政策啊，它只是听意见啊，或者是做一些表述啊，所以制定政策不在座谈会上进行。所以呢，这是一个我们拿来做分析啊，做来分析。先讲新闻，总理李克强7月13号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参加这个座谈会的呢，通常是学者啊，就或者叫经济学家，或者是企业家啊，或者是当然各个部门的主管也要来啊，大概是这样啊。那么通常这个种级别的，你看哈，参加这个会的谁呢？韩正啊，副总理啊，政局常委啊，韩正啊，然后是孙春兰副总理，孙春兰、胡春华，这个刘勇啊，然后是这个财政部这发改委啊，王勇啊，还有个王勇，大概就是这样。这基本上这个级别的会议，通常什么时候开呢？这个级别的座谈会通常是两会前开。或者一些重要的这个，或者作为一个当前经济形势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或者是重大政策之前的一个调研啊，通常会是一个这样的这个级别的座谈会是规格非常高啊，一年我估计也就是2次啊这样。那么李克强在会上讲了一番话啊，这番话我们来分析分析啊。我们想通过这个座谈会了解3样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当前的形势是这样的啊，这第一个事情。第二个，它的方向是什么？就是政策的方向是什么？第三个，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到这个权力有什么样的变化啊？为什么？因为李克强是总理。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弱势的总理啊。那么我们经常讲李克强，他在很多时候他扮演的一个角色不像总理，像后勤部长啊。那么重大的决策都不在他的国常会上制定啊，都在外面的各个委员会、各个小组制定。那么所以他在此之前，为什么我们今天讲的座谈会原因也在这里啊？那么形势判断啊，李克强讲话，第一，形势判断，今年疫情冲击和世界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仍在增加，形势仍然严峻，国内经济面临的困难挑战，特别是就业压力十分突出，要做好继续打硬仗的准备。这个话呢，就没有之前讲的那么严峻啊，从形势分析来看啊，那么有些话呢就没有说透啊，就没有说开啊。那么我们后面再分析为什么会这样啊。这第一个就是形势判断，第二个就是政策啊。政策怎么说呢？要增加宏观政策实施的时效性，着力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啊。那么然后提出要求啊，坚持并全面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就业优先政策，对企业更大规模减税降费让利啊。今年通过改革建立了新增财政资金直达基层的机制啊，要确保尽快见效，惠企利民啊。然后就说了一堆这个大概是增加对企业的融资等等啊，多措并举，帮助大学生就业、返乡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实施差异化的课税，
税费啊、金融支持政策，鼓励吸纳更多就业啊，大概就是政策跟形势分析，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从新闻本身来说啊，这个座谈会非常的乏味啊，非常的乏，没有什么新东西啊。然后他对形势的判断和分析呢，也没有原来讲的那么严峻啊，他的调子在往回收啊。为什么往回收？我们来分析一下啊，分析一下啊。第一个，我们对这个座谈会，第一个不提内循环。内循环是6月18号啊，刘鹤在这个叫陆家嘴论坛上的一个书面发言，他提到啊，他是这么提到啊，一个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正在形成。他讲的这番话引起轩然大波，但其实这个话最初不是刘鹤说的，最初是习近平说的。习近平是在5月23号啊参加这个两会啊，5月23号开两会啊，习近平参加这个两会政协经济组。政协经济组呢有2个组，一组二组啊。那么他参加经济组呢，就等于是2个组并在一起开啊。然后呢，当然习近平讲的这番话，在政协组上讲的这个话，肯定是刘鹤帮他写的啊。他这么说，他说他前面就讲啊，外部形势很恶劣啊，然后呢，我们呢自己又是个发展到汪洋大海之后呢，所以呢，我们面向未来，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啪啦啪啦啪讲了一大堆，然后呢，培育国内的需求啊，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啊。那么这是刘鹤给习近平的一个新的说法啊。什么新的说法？就是说现在啊，这个经济形势很恶劣，特别是跟西方这个市场也不好，我们现在保持发展怎么办？刺激内需啊，反正我们市场主体够大，市场的规模够大，我们有这么大的市场，我们自己就内部就循环起来了啊，需求很大的啊。这是刘鹤给习近平提供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在现有的对外关系的形势下，那么我们的经济政策该怎么弄？就是搞内循环。这是刘鹤啊，刘鹤从他上任到现在，他没给习近平出过一个好主意啊，基本上都是胡扯啊。那内循环可以，当然可以。你看朝鲜没有？比朝鲜还不如一点啊，大概是这样啊。因为朝鲜有中国，中国要变成朝鲜的话，就没中国了啊。我们之前的节目里面有解释过，为什么内循环不靠谱。所以李克强在这个座谈会里面就不提内循环，李克强在所有的场合里面都不提内循环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李克强开始讲宏观经济政策了啊。我们讲为什么李克强以前很少讲宏观经济，李克强讲的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是就业啊，这个保这个保那个6保啊。李克强大多数情况，从今年以来到大部分情况，他是在说这些，他很少讲宏观经济。当然之前也很少讲，为什么？宏观经济政策在中国有3个宏观经济政策。第一个，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啊；第二个是发改委的这个投资政策。第3个，财政部的财政政策，基本上是投资、货币、财政三巨头。这3个政策基本上是涵盖了中国主要的经济政策了，就是宏观调控的政策了。那么在李克强手里，他能管到的只有一个部，是哪个部？财政部。财政部他在管啊，财政部的这个
他能管，基本上他能管财政部，但是这个人民银行就货币政策是谁在管？刘鹤在管，刘鹤是管金融，整个金融全管。那么货币政策是刘鹤手里啊，然后呢，投资政策在谁手里？在何立峰手里啊。何立峰是谁？发改委的主任，然后他是政协副主席，把他给拔到了副国级啊。那么这何立峰是习近平从福建带来的，刘鹤是习的同学啊，校友啊。那么基本上这两个人都是习的人，所以他在宏观经济政策当中，只有财政政策他能说得上话，其他两头他说不上话。所以李克强很少提宏观经济政策，一般不说宏观经济政策，只讲他那一亩三分地啊。那么现在他开始讲宏观经济政策了那么而且在这个级别的会上，这三个人都在。谁在？何立峰在，刘鹤在，然后这个叫什么我们看一下肖捷在肖捷原来就是财政部长，现在是国务院的秘书长他基本上能管财政部，基本上从这三个领域他能说所以他基本上在这个座谈会上，他就开始讲宏观经济政策讲宏观经济，讲他的一个看法他的看法其实核心的是什么？他的看法核心点在哪里？就是要增强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的有效性、时效性。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个宏观经济政策，你得随着这个现在的变化要及时调整，时效性，保持这个时效性。你不能就是说我这定了一个政策我就不变了，那不行他整个的宏观经济政策只讲了这一句话，就是要提高时效性。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得调整了，就是讲给谁听的呢？讲给何立峰听的，讲给刘鹤听就是要提高有效性。这个有效性指向是什么？指向就是保民生、保就业、保市场主体。当然他讲的这个话对吗？完全正确。只不过呢，这件事情发生了晚了半年时间这件事情如果早半年时间，中国经济形势现在不一样。为什么？在疫情过程当中中国没有保市场主体，根本没有保市场。当然现在李克强讲说保市场主体，市场主体是什么？就是企业。中国有没有保企业？没保企业。中国的那些方法根本不是保企业，没有保企业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李克强现在当然他是讲这个话，当然是有一点怎么说呢？有一点就是反正也不能说算是风凉话，但肯定不是什么好听的意思肯定是不是什么好听的意思。那么这是一头，还有一头第三点，从这个座谈会的级别这么高，但是呢，他对问题呢并没有讲得很严重没有讲得特别严重，没有讲得特别严重，里面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呢，就是不能再讲了，不是情况不够严重，而是已经讲不起了。中国的事情经常是这样，就是没那么严重的时候要往严重那边讲一点往前面拉一点，希望引起重视当它真正严重起来的就不能讲了。为什么？讲不起了，一讲的话就塌了这事。所以这第一个含义就是说，你看李克强讲的这概括出来的这个形势没那么火上房，但是中国经济到底是什么情况？中国经济一定是火上房。为什么？很简单，就两件事。第一个，刘鹤都把内循环提出来了，说明什么？说明外部需求实在是太差了，指不上才内循环。这是一大块，对中国经济来说，外部的需求对中国经济来说是一个1/3吧，三分天下有其一吧。
那你想，中国经济有1/3塌了，这什么情况？这是一块最严峻的形势，这是一头。另外一头，中国经济的核心腹地在哪里？长江中下游。长江中下游是中国经济的腹地啊，腹地就是基本上你整个的主要的增长啊，主要的实力其实在长江中下游啊。长江中下游是中国经济最核心的经济部位，现在全泡水了。除了长江中下游这个全泡水，其实全国都在泡水。你看一下哪里不泡水？很少不泡水，除了西北啊、新疆啊、新疆啊，这个东北好像还没有吧？我不知道东北有没有，华北肯定是有，这个长江中下游肯定有，这个南方肯定有，就是珠三角这一带也有，大概是这个情况。除了西北啊、新疆这一片，甘肃、宁夏这一带，内蒙这一带，好像其他地方都有洪水。这个对中国经济影响太大了啊！对中国经济影响太大。首先会影响什么？首先会影响粮食啊，粮食这一块会影响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影响什么？影响货币政策。然后是什么？然后你就是整个经济这一带，水灾和其他的灾害不同，水灾是一个片啊，是个面，上来就是一个面，其他的灾害都是点啊，它不会影响面，影响面的后果是什么？你的交通什么全会断掉，所以它对经济的冲击是非常大的。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1个月了，就是这件事情已经持续了1个月的时间了。那你想想，经济影响是非常的大，所以你说外需一头1/3塌掉了，然后中国经济最活跃、最重要的区域南方，长江上中下游、下游这个水灾影响大不大？当然大，这是第2块，第3块，大家想一下啊，大家想一下，整个的经济形势处于一个这样的情况之下。所有的经济政策现在处于一个临界状态，我就说用一个系统工程去控制汇率啊，然后用这个统计局去控制通胀，然后就使劲放水啊，大水漫灌，人民银行大水漫灌，然后这个财政部就借一堆的钱，非常就不打算过的样子。你可以看到这些政策现在属于一个什么呢？架在中间，全部架起来，把所有的问题全部绕开，架起来。那万一有个什么，它这些所有的这些政策处于一个临界状态，什么意思？就是某一个环节如果一不小心出一个状况，它可能出现的是全局性的崩溃，风险是非常的大。现在的经济形势的风险是非常的大，说不起了。就是说很多问题是不能再说了，一说的话可能就崩，就是可能穿帮啊，可能穿帮。所以你看李克强对经济形势的描述没那么严重了，他现在的其实现在经济形势比2个月前严重的多。可是你看看2个月前李克强的讲话，那对形势的描述那是火上房，现在反而火不上房，房子已经塌了，大概是。所以第3点就是经济形势，你看第一头就是它没那么说的没那么严重，其实是说不起了，这是第一啊。第二，你可以看到现在媒体全方位的对经济形势啊全方位的唱好，但是呢，其实唱好呢又没有数据支持，统计局给出来的那些数据其实大家都知道，都不信。但是你到底形势怎么样？其实现在会造成一个什么后果呢？就是没有人知道情况是咋样。他在后续制定政策的时候，他会有一系列的问题麻烦。当然，我敢肯定，像什么人民银行啊、财政部，他们能掌握一些真实的数据，但这些数据地方怎么办？地方肯定不掌握。
地方呢就基本上瞎子摸象啊，基本上是瞎子摸象，那就不知道该怎么干了啊。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所以基本上会把自己也给忽悠了。这两头情况，所以我今天特别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大家一定要小心啊！为什么？你看国内的报纸，你是看不出来经济发生什么情况，完全看不出来，欣欣向荣，歌舞升平啊，根本莺歌燕舞啊。但是情势是非常的严峻啊，非常严，所以一定要小心啊！我还是在这里提醒，从投资的角度，从理财的角度，从你未来规划的角度，都要非常小心。现在处于一个临界状态，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已经是药量已经放到最大的，一不小心就晕过去了。所以这个情况是很危急的。所以从李克强这个座谈会开的这么一点意思都没有，就大家要记住，中国官方的就是中国的这种报道文化，就是你看的越简单，新闻发的越简单越乏味，说明背后一定有东西啊。但是天花乱坠那个东西，那没料，基本上没料。大概就是这样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座谈会有点话里有话啊，话里有话，大概就是我刚才分析的这个啊。那么我再讲讲几个水情吧，水情还是要更新一下啊。水利部发布啊，6月份以来，全国共有433条河流发生超警戒以上的洪水。其中109条河流发生超保洪水，超保洪水就是已经漫堤了啊，已经漫堤了。33条河流发生超历史洪水，所以其实6月份以来，中国的洪灾是非常严重的，非常严，只不过说官方不在那说啊。那么目前长江干流，湖北监利以下啊，湖北监利以下就是湖北监利再往下走的这个河段。还有就是洞庭湖、鄱阳湖、太湖，这长江中下游3个主要的湖泊，水位处于超警戒水平啊，超过警戒水平。水利部将这个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啊，国家防总提升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然后防总啊就是防汛、防旱、防汛啊。总指挥部啊，派6个部级工作组，由公安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中国气象局啊带队啊，分赴江西、安徽、湖南、湖北、江苏、浙江、重庆7个重点地区指导检查啊。现在的情况都是这样，一出自然灾害，中央就开始派检查组去检查工作啊，然后这个财政部啊、应急管理部13号向江西、安徽、湖北、湖南、重庆5省，拨付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6亿啊，6亿，5个省发6个亿啊，1个亿一个省不到1个亿啊，你不知道他拿来干什么。最好笑的是什么？最好笑的是，向江西紧急调拨5000床毛毯、5000床毛巾被、5000张折叠床和2000顶帐篷。江西有我印象中是将近500万人受灾，你发这个5000是啥意思呢？啊，啥意思呢？那今年的这个整体的灾害已经造成了600多亿的损失，600多亿的损失，你拨6亿去紧急救灾，啥意思呢？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情况啊？然后搞一个对冲的新闻出来，这个水利部宣布要近2020年到2022年推进150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总投资1.29万亿啊，又开始，你看这个发点国难财吧，
直接间接带动投资6.6万亿，那这都是胡扯的。那么这水利部副部长叶建春介绍，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主要包括防洪减灾、水利资源优化、灌溉节水、供水、水生态保护等5大类啊，大概就这样啊，就是又搞点工程啊，找个理由搞点工程。然后是这个澳大利亚，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今天发布声明啊，提醒中国公民谨慎前往澳大利亚。理由是什么？理由是澳大利亚国内种族歧视言行和暴力行为明显增多啊，澳媒体持续煽动反华仇华情绪，澳有关执法机构任意检查搜查中国公民并扣押物品啊，所以要大家谨慎前往啊，这明显是报复这个澳大利亚这个给香港人提供这个移民路径的一个支持啊，然后这个中国就报复。大概就是今天的新闻，大概今天还有一个大新闻，两个大新闻，一个就是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天发表声明啊，声明什么呢？发表声明全面否定中国在南海所有中国在南海的这个权利主张全部予以否定啊，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行动啊。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啊？原因有2个，我认为原因有2个。第一个，等于就是美国不承认中国宣布的9段线，就是中国南海的9段线，美国不承认。然后在南海的所有的领土主张都不承认啊，都不承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示啊。这个宣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在南海的美国会在南海地区支持所有和中国发生冲突的这些国家啊。它是一个2016年7月12号这个国际仲裁庭做出对菲律宾有利的裁决啊，认为这个中国的9段线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的公约，就不承认这个9段线啊。那么这个是2016年，那么现在已经4周年了，美国就选择在这个时候宣布这个全面的否定啊，不是否认，是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张啊，大概是这样啊。这是一头。那么另外一头呢是什么呢？就是世卫组织2名专家，星期六、星期天分别到了北京啊，他们是到打前站，为这个病毒源头调查打前站的2名专家，一个星期六，一个星期天到的。他们其中一个是动物医学专家，另外一个是流行病学专家啊。然后中国官方对这2名专家的到来呢，就非常的低调啊。什么叫低调呢？就全部都不报道啊，全部不报道，直到这个什么呢？直到这个只有美联社报道了，就是2名专家星期六、星期天分别抵达北京的消息。然后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确认他们到了。然后华春莹是这么说：经过双方的协商，中国政府同意世卫组织派专家来北京，同中国的科学家和医学专家就新冠肺炎病毒溯源合作有关事宜进行合作与交流啊，大概是说了一番话。那么这是一个开始。当然现在有个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美国退群啊，美国退出这个世卫，那么实际上它是逼世卫在这件事情上做一些事情啊。
但是客观上来说，但对世卫有一些影响啊，有一些影响。但是不管怎么样，世卫的调查组肯定是要去的了，这2个打前站的已经到了，那么迟早其他的调查组也会到啊。那么这件事情会开启关于溯源这件事情的话题啊。这个话题起来之后，那么后续的其他的话题都会跟得上了啊。那么最近平静了一段时间，关于疫情追责的这个话题又会慢慢的热起来。好吧，大概就是这样，大概就是这样。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比较多啊，涉及的新闻也比较多。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有2点。第一点，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今天我看的库德洛又对美联社说了一番话啊，说啊，又对中国又是什么各种强硬的态度啊。然后这个美国国务院当然最近也是一系列的动作，但是所有的这些动作，你可以看出来，就是美国方面还没有想清楚，没有想清楚要干什么，怎么干。这个可能跟川普到现在，那我们到今天关于这个香港自治法还是没有说法啊。所以你可以看美国的态度，美国对华的策略到底怎么样还不清楚，今天还不清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的这个形势啊，我刚才分析这个李克强的座谈会，其实有个隐含的话没说的太明啊。那么我现在讲明白一点，李克强的姿态开始变得有点主动，有点主动。那么习近平又有一阵子没出来了啊，所以你看一到这种时候，这水漫金山他又不出来了啊，大概就是这样。今天主题就这样啊。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后，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啊，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做更好的节目。提醒一下，请各位再检查一下你的订阅还在不在啊？那么最近吸粉非常的疯狂，那么大家检查一下。另外，点赞很重要啊，点赞很重要。也请大家分享我们的视频给你的亲友，支持我们啊，支持我们。那么下面我们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3个情况、问题、观点，好吗？好，明谢一下，艾比刘，谢谢。周一坚持打卡，国内最近股市、房市拉得很高。同学说长沙商铺没人，洞庭湖水可以看海。但他们都不关心，好吧。Harper Christopher Oliver 徐儿子出生5天了，每次一听你的节目，他就好有安全感的睡着了。好，非常好，已经熟悉了你的声音啊，谢谢啊，谢谢你啊，徐先生啊。那么 Simon 高，谢谢王老师，是我在 YouTube 上最喜欢的，没有之一。每天看直播，知识面增长不少。跟国内我父亲这样的老3届讲一些内容，他都受益匪浅。谢谢支持。霞和，谢谢，非常感谢啊。阮光能，谢谢啊，阮光能，谢谢。Harry 冯，谢谢。自力更生为主啊，争取外援为辅，大概是58年提出的。想想当时是什么情况？Paul 孙，谢谢。今天光线有点暗，错了，今天光线不暗啊。今天为什么会看到有点暗？最近有网友说光线有点暗，不是的，是因为我晒黑了啊。大家留意到没有？我晒黑了，为什么？因为我开始运动了啊。我先报告一下，我现在开始运动了啊，我说到做到。情况报告王老师，东北没泡水，但是经济一塌糊涂。OK， 好，东北没泡水。OK， 观点：马云套现不是离场，而是为土共筹集资金。那些套现的资金都只能是党的资金。当初马云被辞职、被退休的时候，
就已经意味着马云已经失去了主控权。马云套现不是离场，马云套现可以离场，为什么？因为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在美国上市，如果他套现的话，理论上他是可以离场。为土共筹集资金，查无实据啊，不能乱讲啊，好吗？我不觉得，凭什么？对吗？他自己的股权，他现在又不去阿里巴巴上班，他想去哪去哪，对吧？他都已经神隐了，所以我认为为土共筹集资金不 make sense 嘛，对吗？情况，我们单位又在我们工资卡统一扣款500捐灾区，这就是红十字会流氓的地方。观点，国内只要有权寻租的机会，哪有不黑暗的？教育、医疗、法律系统看似高大上的行业，都黑得跟炭似的。现在做官多难，但没人主动下来。你以为他们为人民服务呢？社会烂到根儿了，出现任何挑战，你认知的黑恶事件都很正常。怎么说呢？就是寻租这件事情，对，所以他们，我们前个节目时候说，中共最喜欢现在这个体制啊，又不是计划体制，又不是市场经济啊，就在转型的过程当中，我们叫摸着石头过河，他连河都不过了，他就在那摸石头，天天都摸石头，摸了很久，摸了这么多年还继续摸下去，为什么？就是又能权利，又能寻租，又能套现，非常的爽啊，大概是这样。情况，王老师你好，关于军队抢险救灾的工作，军队高层自习掌控军队后达成共识，减少地方抢险救灾的和应急事件，除非维稳需要，军队要注重军事训练，准备打仗，此事不便昭告天下。我今天看了一下有派一些部队去啊，也有派的，但是没有高调宣传啊。部队还是有去啊，我印象中江西好像派了2000多人啊，反正其他地方反正有部队去了啊，但是没有高调宣传，就大概是这样。观点，伊朗问题会是美国与欧洲修复关系、统一立场的一个机会，看川普是否会抓住机会了。川普面前有很多机会，但问题是，川普总统核心的一个要点就是中美贸易协议啊，他这个问题，他这个执念能不能克服？如果他能克服这个执念，他手上的牌多的是啊，我可以坐到白宫去帮他把那个牌一个个牌给他看，是吗？啊，其实他手上牌多的是，他只是不愿意打而已。为什么不愿意打？就是有个执念在那里啊。美国手上真的很多牌啊。提问，王老师能不能讲讲民主派初选，目的是为了防止分票，保证立法会的议席吗？传统民主派示威了吗？中共会有什么动作？粗暴 DQ 还是等选出来再威胁利诱？民主派的初选其实目标非常清楚啊，2点。第一个，为即将到来的选举做造势啊，造势，这个造势非常，我觉得非常的有创造力啊，创造性，因为它不是为个别候选人造势，而是为整个的民主派候选人造势。那这个操作非常的有创造力，很有想象力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它也是在检阅什么呢？检阅香港选民对民主派现在的这个排兵布阵的一个看法。那么然后等初选结束之后，民主派自己关起门来，再来分析这个选票，这个选票意愿，选民意愿是什么？通过这个分析，重新调整他们的布局。能够帮助他们在选举中取得更好的成绩啊！这个一方面是推广，一方面是做功课啊，这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好。
那么所以他们很有创造力。所以我经常讲，对于香港人民的这种抗争哈，我们这作为局外人，其实我也是局外，我没有在香港啊，我们就是只做一件事情，鼓掌欢呼，提供力所能及的资源就好了，不要对他们这些抗争给意见，不要给意见。很多人讲啊，我一片好心，我就是想让他们做得更好。在推特上面很多啊，你这样干不合适，你这样干才对。老实讲，第一个，只有他们抗争者，他们在局里面的人，他们最了解情况。我们在外头的人看不清楚看不清楚，有很多叫什么？我们叫默认前提是不讲的。有些连默认前提都不知道，你怎么去评价？没办法评价，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这些抗争者，民主派也好，勇武派也好，这个合理非也好，他们所处的处境你也不清楚，他到底能够做到什么程度，我们也不了解。所以呢，你没办法判断他们采取什么样的办法。这个有网友说你搞这样的，你这不是打草惊蛇了吗？你这会引起中共的警觉等等。中共警觉，中共要通过港版国安法，他早就警觉了，不存在这。所以我们不要去议论香港这些民主派也好，抗争也好，到底什么样的方法好？他们比我们干得好，比我们想得明白，他们有勇有谋。我们支持他就好，就是鼓掌、欢呼、鼓掌、支持、转发、点赞就可以了。在推特上也可以，在 YouTube 上面也可以，我们做这件事情就好。那么至于中共会做什么，中共做什么，我觉得对民主派也好，对抗争也好，都没有太大的影响。就是他们会很清楚的按照自己的节奏来调整策略。看着对方做，看菜下饭，我觉得我们不要太多的去给他们过多的干预我的想法就是这样，好吧？那么中共在这件事情上，种票是每年都干的。什么叫种票？就是突然某些地方多了几个选民多了一些这个把这个在国内的这个养老院的这个老头老太太请来投票，他们连谁都不认识，就是一车一车旅行车拉到哪儿？拉到这个投票站，下来就投票，投完票身份证一收，上车走了，就这种事情就干得多了干多了。但是这能解决问题吗？解决不了问题。为什么？你看选举就知道。大家去看这个结果就知道情况。武汉现在就2件事：一，应付水灾；二，应付示威的调查。北京已经先派了专家组到武汉统筹安排应付示威的事宜，这样的调查是没有办法得到真相的，未必哦。我们经常遇到的情况，国内的情况就是这样。什么情况？反抗没用的，这个什么没用的。我是非常讨厌这种言论。就像这样，你怎么知道没用？万一有用呢？所以理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所以这个事情调查如果真的没用，他们跑来干嘛？对吧？共产党哪有那么厉害？没那么厉害的，他们也是千疮百孔，办起正事来千疮百孔，所以这个事情不好说。共产党做事是很黑，但是我不觉得他们滴水不漏啥都查不到，我觉得不可能。啥都查不到，可能会真的反而会闹出个事儿来，你说呢？打卡上海，昨天和银行行长聊天，央妈现在完全是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钱多的放不完，很多人把房子抵押贷款再去买房子，钱到不了中小企业，银行也愿意把钱贷给房贷，风险小，
就是这样。就是我说的这个易纲喊从今年从3月份开始啊，3月份开始，其实从去年年底啊，去年年底开完政局会议啊，易纲他们就开始，人民银行开始喊口号，我们要精准投放货币，精准投放滴灌，用滴灌的方法来这个发放这个定向的发放这个货币，让这个支持实体经济，一直在喊到现在，不喊了，为什么？没用，完全没用。钱一放出来，往哪跑？往股市跑，往房市跑，就是这样。他不想要的结果，活生生的显示给你看，就是这样。为什么？经济规律呀，没有别的。情况，王老师，我在澳大利亚完全没有遇到外交部说的情况，倒是有澳洲人关心武汉的老百姓，问我国家有没有提供免费医疗，我告诉他们没有，他们表示政府不作为是不对的啊。观点，事实上不用他们说什么澳大利亚排华，国内大把人想办不到护照，外汇也换不到，去什么澳大利亚哪儿都去不了，被动内循环。情况，国内某部队有亲属，现在开始调查境外亲属情况，要求自己申报。观点，我认为美国不是没有想清楚，而是要给美国企业时间做风险控制，提醒美国公民撤离，不可能一开始上核弹，杀敌1000自损800。王老师很客观，但这一点我和你持不同的意见。说明你不了解企业啊。企业是什么？企业就是在所有的实体当中，企业是最不愿意承受政治风险的啊。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个给企业时间，美国政府给企业很长时间了。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去年开始中美贸易战已经开始给时间了，到现在已经差不多，现在已经1年多的时间吧。该走的美国企业已经走完了，现在不走的呢，都是什么？要么走不了，要么觉得影响不大。就是我只做，你比如说特斯拉在上海，中美之间打的再厉害，跟他都没有影响，影响不大，至少影响不大。原因很简单，因为特斯拉做的，在上海做的所有的特斯拉的车都是卖给中国的，中美贸易战有什么影响？没有影响。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体上是一个这样的事情。所以你说美国是不是没有想清楚？我认为美国就是没想清楚。谁没想清楚？其实不是美国没想清楚，川普总统没想清楚。川普总统还没下决心呢，手上一把的牌都没打，大家就等他出牌呢，他到现在没出牌。你说是不是？所以跟美国企业没有关系，不能拿美国企业当挡箭牌。美国企业早就知道了，美国企业早就知道该干什么了，所以他们该做的事情大部分都做完了，现在还没有做的，肯定是觉得没有问题啊。情况，人民网今天发文，习今年上半年不断刷新忙碌指数，数十次出席重要会议，8次国内考察，3次出席国际重要会议，20余次致信回信海内外人士，60次就疫情防控话题与国外政要和国际组织负责人通电话。王老师对此新闻有何评价？如果就你说的这几个问题的话，让我来办，1个月办完了，上半年20次自信，这个又不用我写，签个名，对吧？通电话有多长时间？这根本不忙碌嘛，这有什么忙碌的？20次国内考察，这有什么忙碌？一点都不忙碌。忙碌指数，人民网这是高级黑吧？我觉得这有什么忙的？半年时间才这么点事儿，你看看一个普通的 CEO， 我觉得习近平的这些事儿，一个跨国公司 CEO， 我估计1个星期就办完了啊。
情况我的家乡就是灾情最严重的鄱阳湖地区啊。昨天跟家里的表哥联系，他发了一下自家田的水灾情况视频，一边播一边哽咽的说：“今年咋办呐？咋活啊？稻就要熟了，水咋就来得这么快？之前根本没有任何预警，问的是否有赔偿，他说有，但到手里几乎所剩无几，每亩不超过100元，痛心，毫无办法。CCP 就这样对待最贫苦的农民，今年决定哪都不捐了，就力所能及的支援下自家的受灾亲戚。捐什么捐？不要捐，要给自己亲戚我来更好一点。观点：党校的蔡霞在视频里说，中国现在还没有垮，是因为这么多年攒下来的一点家底，大约等到今年年底到明年上半年钱败光了，也就该乱了。这一点和王老师今天视频很合拍。中国经济在天灾和人祸以及多年来的懒政恶政下就要塌方了。情况，朋友告诉我，在日本许多人护照到期都更新不了护照，大使馆以疫情为借口，还没有开始护照更新的窗口。这样下去海外侨胞怎么办？另从中国到日本的航班目前一周只有1个航班，价格上万，想过来的人都买不起机票。那是观点，不晓得为一部分老是用退订来威胁王老师。如果觉得王先生说的让你不满意，就直接退订好了，不用特地说出来。再来，很多人觉得王先生说的有问题，仅仅是因为伤害他们的偶像，讲了政敌的好。没有人的观点会一模一样，就是双胞胎也不会有一样的观点，何况我们都是单独个体。如果希望王先生讲的和你想的一样，那你真的没必要来听，因为你很可能不具备独立思考能力。有这样想法的人其实就是另类的粉红而已。退订呢是这样啊，我是觉得2点。第一个，对我来说，我当然欢迎我们所有的网友来订阅，然后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我在这里做这个节目，有2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服务大众啊，为大众提供一个新闻服务，这是第一个目的。第2个目的我也是有一些自己的新闻理想啊，我也是通过这个节目来实现我的新闻理想，就是这2个目的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网友觉得我讲，比如说我是川普的支持者，或者是我是这个拜登的支持者，比如说我批评拜登，他不高兴，人之常情。如果你喜欢的人被人批评了，那你当然不高兴啊，这个很正常，这种反应是正常的。但是怎么去理性的看待这些问题？因为除非我讲的话不是就事论事啊，没有凭据啊，或者说这件事情你认为以这个事实得不出这个结论，你有你的看法没有问题，这个都是正常。但是有一件事情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我讲过很多遍啊，你要允许别人和你不同。我经常讲啊，中国人最喜欢干的一件事情叫什么？4个字：党同法异啊，这是中国传统。中国传统就是党同法异，所以一讲创造力啊，中国人很能干很多很厉害的事情，但创造力这件事情中国人不擅长。为什么？党同法异的结果。那么中国人有这样的传统文化，也不能赖某些个体，所以大家要了解这些事情，然后尽量的保持客观，这是一条。另外一条，我也劝一下大家，就是说我希望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不容易啊，我们还是有共同的价值观，我们还是有共同的这种精神追求。那么不能够因为一些不同的说法、不同的看法翻脸啊！不要轻易翻脸，轻易翻脸对谁都不好，对自己尤其不好。所以我就劝一下，说说好话，好吗？观点：一堆人用圣人标准来要求王先生，根本莫名其妙。是人就有缺点，观点不一样也是正常。是的啊，我有很多的缺点啊。
包括我现在晒黑都是缺点。但是呢，我有一点，我的优点是我尽量的我尽量的让自己能够客观啊，这是一个优点。还有一个优点，我我比较真诚的对待大家啊，我用真诚的态度对待大家，好吗？情况最近国内那个公交司机带全车开进车里的，墙内媒体曝光是因为遭遇不公强拆而报复社会，以胡锡进为首的五毛大肆谴责司机草菅人命，伤及无辜，但是又被很多网友怼，质问他为啥不敢触及不公强拆这个根本原因啊？墙内还是很多清醒的人，是的，其实也是的，墙上有很多清醒的人。你去看一下微博，你就知道啊。微博只不过现在的微博已经被这些清醒的人，那么能够向大家传播这种我们叫常识，传播这种普世价值观的这些人，已经被晋升了啊，被晋升了。那么包括我本人，我的微博号早就已经不能够发言了啊，是就这样啊。观点民族性是什么？是结果，不是原因内因。中国文化外儒内法，说白了就是统治。生存之间的学问，没有哲学，没有真理，只有实际。几千年了都这样，还谈什么中华民族性？有啥优越感的 ？OK。观点看了王老师很多的节目，对这一代年轻人有一些思考。最有希望的还是香港的年轻人。中国的年轻人不必多说，生长环境使他们难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西方的年轻人因生长环境优越，两极分化严重，有杰出的青年，也常有反智的行为。如德州一青年认为新冠是川普的骗局，参加了新冠病毒聚会，感染上死了，死前才明白不是骗局。只有香港的年轻人成熟、理性、有胆识、有担当。希望这一代香港年轻人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我是这么看啊，我这么看啊，所有的年轻人都有年轻人的优势啊，也有他们环境的局限。每一个人，他们最终的成就取决于两件事。第一，他真的有没有 vision 啊？第二，他自己到底努不努力啊？取决于这两件事情。那么一个家庭会对这个孩子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对他的未来影响也很大。但是说1000道10000，其实归根结底还是要自己努力啊。这个网友说的很好，就是香港人他真的是通过这一系列的事情，其实可以看出香港人的那种他特别的品质。但是其实我在中国的年轻人身上，包括在美国人年轻人身上，我都看到了这些品质，都有这些品质，只是一场这样的危机来到，那么香港年轻人的这种品质表现得更充分、更淋漓尽致而已啊。其实我也是对中国，我还是抱有希望，特别是年轻人啊，特别是年轻人，因为我也接触很多年轻人，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很多非常闪光的东西啊，所以我从来不绝望啊。情况，抖音上天天热门发外交部的那几个，真的是跟傻子一样翻白眼、瞎怼。演技派为了出口转内销，给墙内看，他们也是拼了。是的，他们就是演技派啊。观点，中共的行为是经过推敲、仔细推演各种外界反应做出的。中共准备接受一定限度的制裁和损失，但是他断定美国不会使出核弹级的金融制裁。很多人从中共近期行为得出中共变蠢了这样的结论，其实是不对的。我经常讲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我们看的一些不合理的行为，肯定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合理的部分没看到啊。刚才这个网友的这个评价，我觉得是有一定道理的啊，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是说，我们看到，比如说川普总统为什么他很多行为我们
觉得很讶异啊，或者是比如说中国习近平在一些决策上面，我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样的决定？那肯定是有一些合理的决定，我们合理的因素我没有看到。那当然，无论是中国也好，白宫也好，我们看不到那里面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只能通过结果来推测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有些清楚，有些不清楚啊，大概是这样啊。情况，刚刚江西永修的朋友告诉我，县城周边的乡镇都淹了，房子和农田都没了，政府没有作为，都是当地的有钱人出钱帮助受灾的百姓。乡镇的学校已经变成收容所，给受灾的老百姓住啊。政府，我老家黄山歙县也发大水，而且水库泄洪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我妈妈的玉米地被淹了，最近加州安徽同乡会要求大家捐款，我说我直接捐给我妈，如果捐给红十字会，不知道钱到哪个官员腰包里了。提问王老师，现在全国开展第7次大范围户口普查清理工作，户口普查清理工作是准备干什么？清理什么？我不知道，我第一次听说啊，户口普查清理工作，我还不清楚，了解一下，好吧？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鸣谢一下 Johnny Walker， 谢谢 O2， 谢谢王 Sir， 刚电邮了一份经济分析给你看，希望你看看 OK， 江俊丁，谢谢李世宏，谢谢林建辉，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记住检查你的订阅，分享我们的视频，谢谢大家，谢谢。